我叫沈怀安，18岁入场学精密仪器维修，干了42年，给高端精密仪器做过精度校准，拿过3届全国技能大赛前功与电子维修双项金奖。我带了12年的关门弟子徐峰，在一次重要项目中急于表现，工作疏忽导致配件损坏，慌乱之下未能及时说明情况。项目出现问题后，我主动承担责任，选择低调离开高端精密维修行业。为了凑女儿的高3学费和生活费，我藏起所有荣誉证书，推着改装的旧3轮车，在幸福里社区摆起了家电维修摊，统一定价20块一件，修不好分文不取。师傅，你这修不好分不出当真，白纸黑字，童叟无欺。行，我这电扇转起来跟拖拉机似的，找了2家店，一家说换电机要200，一家说修不了，你给看看。轴承干磨，电容老化，调速器接触不良，3样小毛病，用不着换电机。弹2下就听出来了，别糊弄我，我干了30年钳工。轴套里的润麻油结成黑块了，电容已经鼓包，调速器的触点氧化的厉害。还真是，老师傅，您这眼睛比放大镜好使。这咋比新的还亮？师傅您贵姓？免贵，姓沈。沈师傅，您以前肯定不是一般修理工，在哪儿高就过吧？修过几年机器，没啥。老王、老李，把你家那堆破烂拿来，咱们社区来了个真神。沈师傅，这电饭煲坏2月了，修了3家没修好，您给看看。好了，煮饭的时候别老用快煮，对传感器不好。电视遥控器和空调遥控器都坏了，能修吗？这个电池漏液把弹簧腐蚀了，脱掉铜锈，换根弹簧就行。那个空调的是经轴坏了，换1颗。沈师傅，我听老周说您手艺好，您能看看它吗？这是我儿子小军留下的，他4年前走了。这收音机坏了好多年了，我就想再听听他给我调的台。小军走之前，天天用这收音机给王大姐放戏曲。王大姐，别的都能修，但这个电子管型号6K4，几十年前就停产了，市面上买不到。那是不是修不好了？我就想再听听小军给我调的戏曲频道。王大姐，您给我3天10天，我想想办法。我年轻时跟着师傅学过手工绕制电子管。沈师傅，那可是老电子管，您上哪儿找去？找不到就自己做一个试试。没有6K4，只能自己做一个代替方案了。丝包线、玉母、老式电子管外壳，这些够了。还好当年师傅教过我。爸，12点了，您还没吃晚饭，这老收音机值得您熬同夜去修吗？这是王大姐儿子的遗物，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念想。我陪您，我物理不好，但能给爸递个烙铁，倒杯水。必须把丝包线一圈一圈缠在骨架上，每绕几圈就用镊子拨一下，绕完3层线圈，涂上耐高温绝缘漆，放在恒温烘干缸里固化。这些一步都不能错，不然就做不出来。就让小雨好好睡吧，剩下步骤的我一个人就够了。成了，各项参数都达标了，明天装机。沈师傅，王大姐今天一大早就来广场等着了，谁劝都不走。让他放心，明天给他一个结果。王大姐，您自己来按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广播电台。小军，妈听见了，是你调的台吗？你还在里头，还在跟妈说话。这个电子管是我手工做的，寿命可能短一些。我给您写了个保养方法，以后出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，不收钱。谢谢。沈师傅，您修的不是收音机，是人心。外头修理店要180，沈师傅才收20，还修得比新的好使。都别排队了，这老头当年在公司出了重大工作失智，
现在拿废铜烂铁糊弄你们这些不懂行的。4年前，精密仪器公司高级。几天就坏。说的对啊，沈师傅手艺确实好，但只收20块，他总不能赔本赚吆喝。有道理，这么便宜肯定是劣质货。这下在小区你也混不下去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家人们，今天我们就在现场验证沈师傅的零件和手艺，让大家看清楚事情的真相。有没有懂行的朋友？我们现在就联系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，现场检测这些零件和维修后的产品。各位，这块电路板的输出波纹精度、滤波效果、过载保护阈值，全部优于原厂标准。尤其这个波纹，原厂一般30毫伏，而这块板只有8毫伏。不可能，肯定是检测出错了。再测一个。各位，这个板的谐波失真率0.02%，信噪比95分贝，这比专业级音响的标准还高出一截。我就说你是故意抹黑，沈师傅的手艺是你能随便诋毁的？这颗普通元件，它重新设计了外围匹配电路，用常规元件达到了停产高端元件的参数，市面上根本没有这种成品方案，这绝对是手工改造的顶级手艺。我以检测机构的名义保证，沈师傅使用的所有零件均合格合规，维修精度远超行业标准，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。我也是好心提醒大家。好心？你这是好心编造谣言泼脏水吧？检测数据可是狠狠打了你的脸。就是，沈师傅前几天帮王奶奶修收音机，亲手做电子管，3天3夜没合眼，才收20块。你这种人还有脸出来造谣？你必须给沈师傅道歉，为你说的坏话负责。家人们，事实证明，沈师傅是真正的匠人。刚才的恶意抹黑已经不攻自破，我们要守护这样的好师傅。这位老人坚守匠心，20元一件帮大家修复旧物，守护着每个人心里舍不得丢弃的念想。他修的不是电器，是藏在旧物里的温暖回忆。查一下沈怀安的全部资料，还有他能修复的老物件清单。那不是林老板吗？鼎盛科技的董事长，身家几十亿，怎么也来排队？林总，您膝盖刚做完手术，站不了太久，我给他2000块，麻烦他先修我们的。我找遍了全国7个维修大师，没人能修这台电视。这一趟我求的是人情，不是生意。排队是我唯一能表达诚意的方式。沈师傅，这是我父母结婚那年买的电视，3年前他们先后离世，这台电视也彻底开不了机。我找过3个维修站，都说修不了。听说您连停产的电子管都能手制，这台电视您帮我看看还有没有救？剪线管老化，高压包断路，维修风险很大。我试试，但不能保证能用很久。1周后来取，20元。爸，这个大老板排队排了好几个小时，也不讲价，真有意思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件舍不得扔的旧东西。师傅，您留给我的这个高压包放了30年了，今天用它去修一份儿子对父母的想念，您肯定会同意的。爸，您做这个小板子，够外面修10台的功夫了，收20块钱，值吗？值不值不在钱，在心里。林先生父母都不在了，这辈子再想叫声爸妈也听不见。咱能帮他把那画面再点亮一次，就比收200、2000都值。爸，50年前的老东西能恢复成这样，简直是奇迹。显像管已老化，补偿电路可维持2到3年正常使用，到期如还舍不得扔，再来找我，不收钱。这台电视播过我。
以我个人名义捐建一座淮安旧物修复馆，不仅给沈师傅遮风挡雨，还能让更多老物件在这里重获新生。所有手续和费用我来出，所有款项由社区居委会全程监督使用。又来造谣！上次第三方检测不是全合格了吗？所有记录都在这里，每一式用了什么零件，来源哪里，检测数据多少，大家随时可以查看。林总早料到会有人故意滋事，提前帮沈师傅办妥了所有备案手续。这是营业执照、社区便民服务备案证明，还有鼎盛科技第三方检测中心出具的全套零件合格报告。此外，这些恶意谣言已构成侵权，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这每一笔记录都这么详尽？连拆零件的原机型号都标注得一清二楚。大家放心，沈师傅的修复馆手续齐全，所用零件全部合格，不存在任何问题。我们会严肃追查造谣者的责任。师傅，我错了。当年我因嫉妒您的手艺，又好胜太强，工作中疏忽出错，却不敢承担责任。后来见您受人尊敬，心里越发不平衡，便故意造谣抹黑您，做了太多错事。当年的事，我从未怪过你。人都会犯错，怕的不是犯错，是不敢承认，一错再错。我知道错了，这些天我夜夜难眠，反复反思自己的行为，不该嫉妒，不该造谣，更不该辜负您12年的教导。我愿意公开向您道歉，赔偿所有损失，只求您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知错能改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当年我教你手艺，更希望你学会做人。手艺可以练，心不能歪。师傅，我想留在修复馆，从最基础的活做起，拆零件、擦工作台、练焊电，用实际行动弥补过错。我再也不会贪图名利，只想踏踏实实学手艺，好好做人。起来吧，想留下就守规矩，从原件分类、焊点练习开始。什么时候能焊出合格的画顶，什么时候再碰客户的东西。谢谢师傅，我一定好好干。今天第一个任务，把这个拆开，所有零件测一遍参数，再原样装回去。好的，师傅。拧到8分紧就够了，太紧跟太松一样，都转不动。我怕它松，特意多拧了半拳，原来是这个问题。修东西和做人一样，力度要刚刚好。温控螺丝拧8分紧，过紧过松都不行。做人同理。徐哥现在每天第一个来，最后一个走，以前的墨镜皮夹盖再也没见过了。是啊，干活比谁都踏实，师傅教的东西全记在心里。小伙子，麻烦看看这个，转起来嗡嗡响还发烫，找了3家店都说修不了。阿姨您别急，我帮您仔细查，是线圈局部短路了，得重新绕线，要花1下午。没事儿，这是我出嫁时的嫁妆，10来年了，扔了舍不得。太好了，跟新的一样，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不客气，阿姨，20块。
奶奶，独居老人今天免费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师傅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您坚持20元一件，还给老人免费，不是傻，是心里装着别人。修东西修的是物件，暖的是人心，钱够花就行，心安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记住了，师傅，以后我也会像您一样，用心修每一件东西，善待每一个人。以你现在的手艺，去我那边干，底薪很高，还有提成，何必窝在这个社区小站？我当初就是因为贪图名利，才做了那么多错事。现在我只想跟着师傅，踏踏实实修东西，把良心放在第一位，钱够用就行，心安更重要。师傅，麻烦您看看这个，它总是原地转圈，根本没法扫地。好，我先帮你检查一下。徐哥，传感器都正常吗？都没问题。主板我也看了一遍，没发现明显烧痕。要不叫师傅来看看，他肯定一眼就能找到问题。不用，我再仔细查查。这次从电源输入开始，一个节点一个节点追，不信找不到。找到了。怎么了，徐哥？金风焊电有一圈细裂纹，是热应力导致的虚焊，表面看着好，其实接触不良。太好了，终于好了！我找了3家店都没修好，太谢谢你了，徐师傅。不客气，20块。做得不错。今日补焊一惊闲。师傅曾说，修机器和做人一样，一点点虚焊都不能有。我做错过事，心里的虚焊也要一个一个找出来补好。电线已经老化，绝缘层多处开裂，用电暖气时风险很大。能用就行了。那怎么行？去管理拿新的电线和绝缘管来。王奶奶，以后东西坏了随时打我电话，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来。孩子，你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人这辈子谁能不犯错呢？改了就好，跟着沈师傅好好干，将来把修复馆撑起来。沈师傅，你真是我们社区的宝，都是举手之劳，能帮到大家我就开心。这种被人需要、被人信任的感觉，比任何名利都珍贵。爱是心的呼唤，这是爱的奉献。请问，是沈怀安师傅这里吗？我姓赵，从临城开了3个小时车来的。在网上看到您修王奶奶收音机的视频，这只表是我爷爷留下的，他是老一辈的建设者，年轻时把表留给了我奶奶，说忙完工作就回来。后来他去世了，奶奶等了他一辈子，他走之前把表交给我，说表停了就停了吧，时间停了就是团圆了。但我想让他再走起来。沈师傅，您能修吗？机芯锈蚀严重，最关键的是摆轮轴尖断裂了。这种微型零件，现在的手表店通常直接换机芯，如果换了，这表就不再是原来那只表了。能修，摆轮轴尖断了，市面上没有匹配的配件。我年轻时为了修精密仪器上的微型零件，自己做了一台微型车床，能车0.1毫米的轴尖，就是慢，得慢慢来。沈师傅，多长时间都行，只要能再让他走起来，让我听一次他的声音就值了。更换摆轮轴尖，手工车制，清洗机芯，重卷发条，费用20元。
终于修好了。我替奶奶听见了，她走了60多年，终于又走了。沈师傅，这不是维修费，是我代表我奶奶捐给修复馆的独居老人免费维修基金。以后您修好一样东西，就替我们也帮这物件的主人说一句，东西修好了，日子也得好好的。独居老人免费维修基金第一笔收入，赵建军先生捐赠1000元，所有款项由社区监督使用。沈师傅，城西亲戚都打听您的修复馆，刚才还看见街道办王主任带人在门口拍照呢。我们6个街道专门来学您的便民模式，您这统一定价、零件可追溯的做法太实用了。沈主任，我把维修流程学徒大纲都整理成用心修小册子了，你们拿去用，有问题随时来问。沈师傅，我想和您联合推出旧物新生公益计划，鼎盛负责回收城市可修复旧家电，您这边翻新后捐给市残疾人康复中心，所有成本我们承担。这个主意好，能帮到真正有需要的人。我牵头翻夫，保证每台都好用。张主任，太感谢了。师傅，这几天连轴转，人手实在不够了，好多老主顾都得等3、4天。我帮你们拍招图视频发网上，您手艺这么好，肯定有年轻人愿意来。我这儿没工资，就包吃住，招学徒，条件3条：吃苦耐劳，手稳心细，愿意长期干。学成后20元一件，自己接活。火了！视频一夜破500万播放，200多人报名。师傅别慌，面试交给我，我知道什么样的人真心想学手艺。你为什么想学维修？想赚钱，想学手艺。看了视频感动。修东西最需要的是什么？耐心、技术，是良心。修好了人家开心，修坏了人家更难过。东西有时候比新的还珍贵，因为里面装着人家的故事。它了，就它了，其他的人适用，但这个女孩跟您一样，知道修的是人心。这个我当初也犯过。重汉。鼎盛科技遇到技术难题，一批出口的智能冰箱在海外质检中频繁爆出电路故障，召回在即。林正廷第一时间想到我，他亲自开车到修复馆诚恳求援。会议室里，我拿起一块故障板放在示波器上，调出电压波形。我看了几秒，眉头微微一皱，这个电源设计我太熟悉了。问题不在主板，在电源输入处。这个滤波电容的耐压值选低了，电网尖峰脉冲会瞬间击穿它，换耐压高1个档位就行。这个设计，当年你在公司跟着我做过原型机，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当时我就说25伏耐压不够，您说要留余量，结果量产时为了降成本改成了25伏。对，原设计用的是25伏耐压，但实测中尖峰脉冲会到28伏，只差了3伏。沈老，我们实验室研究了7天没找出来，您看个波幅就知道了，这就是经验，急不来也买不到。没什么，就是见的故障多了。你们年轻，多看多想，用不了几年，比我强。鼎盛给修复馆捐了设备和场地，我帮的这点忙算不得什么。事后，林正廷把这次故障分析过程整理成案例，发给全公司的硬件团队。案例标题是：真正的技术不在学历，在手上。手艺可以慢慢练，不着急。但有一件事儿，你们今天就得记住：咱们这一行，天天跟旧东西打交道，
那些东西在别人眼里是废品，在送来的人眼里是宝贝。值钱的不是零件，是里面的念想。咱们要做的事儿很简单，别让人家的念想断在咱们手上。就这一句，记牢了。爸，王奶奶经常一个人在屋里，有人敲门她看不清，用这个按一下门铃，就手机屏幕上就能显示门外的人。我想免费帮社区里所有独居老人都装上。走线能再优化一下，电源部分可以单做一个模块，方便以后维护。爸，我拿回来是让你夸我的。明天去王大姐家给她装上，我在旁边给你打下手。现在有人敲门，我坐在沙发上就能看见是谁，再也不用凑到猫眼里使劲瞅了。沈小雨那个闺女跟她爸一样，手巧心好。沈师傅，在场的很多朋友都很好奇，您为什么一直坚持20元修一件家电呢？零件有价，念想无价。我们家小雨小时候问我，爸，为什么你修东西总比别人便宜？我说，因为送到我这儿来的，不只是一个坏了的东西，还是一个人心里放不下的记忆。那个记忆，用多少钱都衡量不了。沈师傅，当年的事儿我们都了解了，是我们误会了您。您的手艺和人品，是我们行业的榜样。爸，大家都认可您了。认不认可，自己心里知道就行。我只想好好修东西，帮大家守住念想。徐峰在修复馆的第3年，他已经能独立处理所有常见故障，还收了自己的第1个徒弟。焊电要圆润饱满，一点虚焊都不能有。修机器和做人一样，表面的应付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徒弟认真点头，在本子上记下来。沈怀安在旁边听到了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拿起茶杯抿了一口。我以前犯过错，是师傅给了我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们要永远记住，修物先修心，做人要守良心。这次免单，以后告诉弟弟，玩具也要好好爱惜。你现在会教徒弟了，也会免单了，都是跟您学的。沈师傅，徐小子，今天生意不错啊。还行，都是老主顾。这一年的秋天，王大姐安详地走了。社区为她在小广场办了追思会，她的唯一遗物就是那台修好的收音机，里面循环播放着她生前录下的一段话：小军，妈来找你了，这些好心人替妈陪着你，妈放心了。追思会后，大家决定把收音机和王大姐一起下葬，但我提出把那颗备份的电子管留在修复馆，作为念想的象征。沈师傅，我父母留下的那台老电视，现在还能用。每年除夕晚上，我会把它打开，放一放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录像。每次看到那些黑白画面，就觉得他们还在客厅里坐着。我修了大半辈子东西，年轻时候修精密仪器，以为精度就是一切。后来经历了一些事儿，来到社区修第1台电扇、第1台收音机、第1块手表，我才慢慢明白，老铁是冷的，焊锡是热的，零件是死的，
人心是活的，把真心融进每一个汉店里，修好的旧物件才能再陪主人走很多年。这些年，修复馆修了2万多件旧东西，没修好的也有，但没有一个不是认真修的。感谢大家一直信得过我这个老头子，只要我还在，20块钱修好一样东西的规矩就不变。我叫沈怀安，修了大半辈子旧电器，现在想想，也许我一直在修的，从来不只是机器，是被时间磨损的信任，是碎了又拼起来的希望。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。20块不多不少，刚好是良心的底线。